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昨天啊，有位大神呢在推特上发了一个长帖，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位大神啊是密苏里州立大学的材料与物理学的教授啊。那么大家知道啊，如果肯发这个长推的人啊，对这个事儿的看待肯定是都是比较认真的。那这个人呢发了10条推文，对不起啊，介绍啊他对 LK99前后的观感的看法。那他叫 Ridwan Sakija 啊，里德万·萨基加，是印度尼西亚人，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目前呢是在密苏里州立大学教学啊。那么他曾经在印度尼西亚国立大学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麦迪逊分校啊学习。他的研究领域呢就包括高温合金、氧化物燃料电池啊、纳米材料和计算材料科学，发表过很多论文啊，并获得过美国2项专利。那他还是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的 Matthew and Patricia Hascock CNAS Faculty Fellow。那他在这个 Twitter 里讲啊，我们看一下他的 Twitter 的内容啊。他在 Twitter 里讲呢，他说我呢第一条啊，你看我们看一下他的第一条。讲的很客气，他说我呢关于 LK99的看法啊，有所转变了。那 evolved，引用费曼的话，他说呢，科学的陈述呢，并不是什么真的或者假的，而是关于不同程度的这个确定性，这种已知事实的这种陈述。那我对这些研究者的工作、实验和理论是非常尊重的。以下呢是我的这个所谓2分钱，就是我的个人浅见啊，很谦虚啊。他第一条就说呀，他说，最初的实验结果呢显示 LK99的电阻力急剧下降。那这个发现呢还是很有意思的，这第一条啊。那么他说呢，就是可能是存在这个杂质的问题。那第二条呢，他认为有一些人对 LK99的电阻率高于铜的批评是不公平的，因为铜合金的电阻力也要比纯铜高很多呀。因为显然 LK99它是一种合金啊，或者是多项的这么个材料，对吧？第三条呢，他接着说，他说，他认为啊，后来的理论计算结果都显示了 LK99的可能性。那第一篇呢，就是那位叫 Dolphin，就是美国那个科学家啊，叫多普芬吧，他的这个看法，他当时有一个标志性的推文，就把奥巴马话筒啪松开了啊，一届都结束了，这是可能的。它特别是就是存在一个扁平化的这个铜氧带，这有可能呢导致超导的产生啊，因为这些理论研究的论文占了一半以上，大多数都指出了这个那么一个铜氧带的存在。那第四点呢，他作者认为这个扁平带它并不是超导性的量化指标啊，但是呢，值得进一步研究 LK99的电子生子的耦合程度。第5条推文，作者呢认为一个红色的这个警报呢，就是铜原子在 LK99中呢倾向于占据错误的铜原子的位置，导致最稳定的结构是普通的半导体材料，因此稳定性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做实验的时候呢，这个铜原子啊占了一个错误的铅原子的位置，这样导致的结果呢就是半导体，就大多数人测出来这个啊。第6条呢，这个很长啊，我们看往下看第6条。第6条呢，他就对这个大家前赴后继啊，复现 LK99的结果呢给予了赞赏。他说，认为呢后来的很多实验结果虽然都没有证实这个 LK99的超导性，只是表现出半导体的特性来，这和呢最早的论文结果是不符的，说明有的地方错了。那就是他第5条已经讲了，就是你铜原子在 LK99中占据了错误的铅原子的位置。那第7条呢，这个他说 a really good work 啊，他说他后边讲了这个第7条认为最近的一项关于硫化亚铜相变实验的结果很有意义，因为它可以解释 LK99的电阻力的下降现象啊，可能是由于硫化亚铜的铜原子的迁移造成的。这篇论文啊，我们给大家也介绍过啊，我们看一下啊。这篇给大家介绍过啊，这是一个还是一个单人的论文，我记得。那第8个呢，就是讲华中科大的这个实验结果，实际上他讲了这个电阻这个突变的这个情况。他说，
就是华中科技大学这一篇论文呢，显示呢 LK99 半导体与杂质混合后的电阻力曲线发现了硫化亚铜并不是导电性最好的成分，而是在高温下阻碍了电流的流动啊。这是他对就是这篇论文吧，5001，哎，就这篇论文，他特意介绍这篇论文的情况，就5号博士的这篇论文啊。那第9条，他接着说呢，他认为呢 ，LK99 啊，被这个可以看作呢是由 LK99 基体和可切换的硫化亚铜相混合而成的复合材料。那它的电阻力曲线呢，可以用一个指数衰减函数和一个平移后的阶跃函数的加权函数来近似，其中阶跃函数对应于相变点。比较好口，我字儿我都认识，意思呢我还是没看太明白。但大概意思就是说，哎，不能用一个过去的简单的超导的曲线来描述，应该用2个函数加到一起来描述。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那第10呢，他就是说，哎，他对这个事情呢又给予了比较正面的评价。他说 ，as new fact come in, like in this case， 他说越来越多的这个新的事实出现，哎，包括这个后来的一些实验室的一些有说服力的视频，他说能对 LK99 的说服力呢给予更大的肯定。就是他又引用了费曼那句话，他说呢，科学的陈述啊，并不是关于什么是真实的和什么是不真实的，而是关于不同程度的确定性的这种事实的这种描述。所以呢，他对这个事情呢还是基于一个比较肯定的这么一个说法啊。这是这位这个推特大神叫里德曼·萨基贾，密苏里州立大学的教授，对于近期LK99他密切关注的这个事件的变化，他自己的一个转变，哎，就是说我开始变了，我大概认为呢这个东西靠谱，哎，这大概就是5、6天前木头姐的那个同样的看法。木头姐一开始说什么呢？我最初啊，我以为这个事儿呢，也大概就是15%靠谱。后来木头姐说，哎，我现在觉得能超过60%了这个事儿。所以你看看早记晚倒，这个事情还会不会有继续反转呢？一定会的。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它再差还能比现在更差吗？是吧？我们继续wait and see。好的，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